他身患癌症晚期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可儿子却带着父亲逃离了医院，因为他想要用父亲仅剩的时间带他去重温儿时成长的地方。兰德尔拿出事先买好的地图，却被威廉给扔了出去。Hey, just drive, son. We'll get there. 随后，威廉提出他想去祭拜下兰德尔的养父，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当面感谢。很快，他们便来到养父的安息之地。威廉独自坐在长椅上。Thank you for doing what I couldn't, for raising him to be the man he is. I'm sorry I didn't get a chance to meet you, brother. 路上，威廉时不时地指着路边的建筑，说着他小时候发生的故事。不久后，两人来到一处公寓，这是威廉和母亲居住过的地方。虽然过去了30多年，但威廉却依然能够找到。脸上的兴奋难以控制，威廉率先下车走了过去。兰德尔向房主说了威廉的情况，房主热情地把两人请了进来。可威廉的行为却很是奇怪，只见他拆下壁炉上的一块砖头，而砖头的里面竟是硬币和玩具。原来这都是威廉儿时藏的，过了这些年却依然还在这里。这些东西如同时间胶囊般，将童年美好的回忆保存了下来。从儿时的家出来后，威廉带着儿子走遍了他生活的每处地方，最后两人来到一处酒吧，这正是威廉梦想开始的地方。在这里见到了陪他组建乐队的表哥，但表哥却对他心生怨恨。原来在当年威廉母亲病重，他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乐队，回家去照顾重病的母亲。听到威廉的解释，表哥这才放下了心中的芥蒂。等两人要离开时，表哥却叫住了他。 Hey, William, you too sick to play? I'm never too sick to play. 随后两人又意气风发地弹起了心爱的乐器，而兰德尔则是跟赶来的亲戚相认。这时妻子打来电话，他开心地向着妻子分享喜悦。然而第二天兰德尔起床后来看望威廉时，却看到父亲好像不行了，他立即叫来了救护车。医院里兰德尔想不明白，昨晚还好好的威廉，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医生告诉他威廉器官已经衰竭，或许挺不了几个小时了。听此兰德尔一时间无法接受，他忍着悲痛来到父亲床边送他最后一程。其实威廉心里明白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家中，因为在他出门之前，威廉就来到孙女们的房间跟他们做了道别。随后他摘下氧气罩，让兰德尔把包里的诗集拿出来，这是他用36年写下对儿子的思念，在临终前终于交到了兰德尔手上。 Man, that was a hell of a thing you did, knocking on my door that day. You deserved a beautiful life you made. I haven't had a happy life. Bad breaks, bad choices. A life of almost and could-haves. Some would call it sad, but I don't. Because the two best things in my life were the person in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he person at the very end. 威廉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，有着兰德尔和家人细心的陪伴，他没有遗憾了。最终，威廉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